大家好，这里是天下奇谈，我是小鱼。别人的一切苦难都是试金石，看到听到时动的一念，都在丈量着你的善恶美丑，都会成为你坠入轮回的因果。清朝献县石某就生活在当地的一个小山村，为人行侠仗义，嫉恶如仇，看不得那些偷鸡摸狗、逼良为娼之事。有一天，他去赌了一把小钱，赢了些许银子，高兴地往家里走。正走到村头，远远地看到一堆人，还听到大人孩子的哭声。走近一瞧，人群中间一家三口，大人抱着小孩痛哭。石某就问怎么回事，邻居说他家欠了那家有钱人的债，现在到期还不上，准备把媳妇儿卖了抵债。你看他家孩子还没断奶呢。石某问欠了多少钱，邻居说30两银子。石某又问那他家女人卖了多少钱？邻居说50两银子，是给人当小妾。石某赶忙又问现在还可以把人赎回来吗？邻居说合同刚刚签好，银子还没有付，怎么不可以赎啊？石某听后立刻拿出从赌场带回来的70两银子，交给这对夫妇，说这30两银子拿去还债吧，40两银子去做点小买卖，不要再卖孩子他妈了。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这对夫妇一定要石某到家里吃饭。夫妻二人煮鸡做菜招待石某喝酒，正喝在兴头上，那家男主人给妻子使了个眼色，抱起孩子走出房间。妻子会意，开始用语言暗示石某，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报答他。石某立刻起身说道，我石某半辈子做强盗，半辈子做仆役，杀人都不带眨眼的，这成人之危，侮辱人家妇女的事，我可不干。说完掉头离去。半个月后，这个村子突然夜里失火，这时正好秋收刚结束，家家房子四周都堆满了干草。石某家的房子四周也都被点着了，估计出不去了。石某只有和妻子孩子坐在那里闭目等死。恍惚之间，突然听到屋子上方有远远的呼声，东岳大军有急令，石某一家全部除名。随后轰然一声，房子后墙倒了一半。石某赶紧拉着妻子，抱着孩子逃出升天。大火熄灭后，全村的人十有八九死于火海。幸存的邻居对石某说，昨天大家还嘲笑你傻，想不到你竟用70两银子买了3条命。这个故事出自于清代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自古以来，人世间从来都不缺少劝人向善的箴言，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前世今生的因果报应。历史上也有不少朝代因为人类道德人伦的败坏而遭到上天的惩罚。做人没有什么都不能没有人性，不管你的生活是庭院楼阁、美酒鲜花，还是生活已使你满目苍夷、泪流满面，选择与人为善，就是在选择能够伴随我们走到生命尽头的
问心无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加评论。下次再见。